宝墨园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子泥村，是一处融合了清官文化、岭南古建筑艺术、珠三角水乡特色的大型岭南文化山水园林。始建于清朝末年，占地5亩，原因破四旧运动而毁于20世纪50年代。1995年，在港澳同胞及社会各界善长人翁的鼎力捐助下，宝墨园得以重建，历时6载，经过4期建设，园面积扩至168亩，约10万平方米，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宝墨园以其独特的水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了大量游客。园内有丽景湾、清平湖、宝墨湖以及贯通全园的1000米长河，湖水清澈，河流蜿蜒，30多座石桥横跨其上。每当游船经过，子洞坊中传来的弦歌声便与湖面上的波光交相辉映，形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园中还收藏了众多陶塑、瓷塑、砖雕、灰塑、石刻、木雕等艺术精品，又以瓷塑浮雕《清明上河图》闻名于世，已列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除了秀美的景色和精湛的艺术品，宝墨园还珍藏了许多古今名画、书法、陶瓷、铜器、玉器等。在聚嘉阁、宝墨藏珍、龙图馆、赵太来藏品馆等展厅中，游客可以欣赏到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每到春天，园中的樱花如期绽放，漫天飞舞的花瓣将园区装点得如梦如幻，令人流连忘返。宝墨园每年定期举办3大旅游文化节：春节期间的新春岭南醒狮民俗文化节，每年3月中下旬的汉风古韵樱花节，国庆黄金周的番禺区岭南水色旅游文化节。这些节日活动丰富多彩，不仅展示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为游客提供了参与传统民俗、欣赏文化表演的机会。宝墨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时期，当时被称为褒相府。褒相府庙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奉祀的是北宋名臣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据传，当年西江发大水，一段黑色木头漂流至村边，人们多次将其放回江中，但它总是被冲回到村边。人们觉得奇异，便将这段木头供奉起来，后来刻成褒拯像，并建起褒相府。在1995年，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宝墨园得以重建。今天的宝墨园不仅重现了褒相府的风貌，还增添了许多新的景点和展馆，使其成为展示岭南文化的重要场所。宝墨园内的建筑及景观主要有至本堂、宝墨堂、清新亭、仰莲桥、子洞坊、龙图馆、千巷回廊和风味石阶等。园内种植的植物主要有千年罗汉老松、9里香、两面针树、银杏树、玉堂春、大叶榕树、紫薇树等，还栽植有大量的岭南盆景。宝墨园更是一座颇具特色的园艺精品公园，除了树木花卉和建筑之外，园内周边还有龟池、放生池、锦鲤池、莲池。仿古牌坊，正门的白石仿古牌坊雄伟巍峨，巧夺天工。园中的陶塑、瓷塑、砖雕、灰塑、石刻、木雕等艺术精品琳琅满目。经世之作，当属已列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瓷塑浮雕《清明上河图》和巨幅砖雕土砚和冥币。郦岛中的聚嘉阁金碧辉煌，雍容华丽，阁内供奉着万世师表孔子铜像，供游人瞻仰。至本堂，赵太来藏品至本堂原为褒公厅，以褒拯五言律诗题训斋壁中清心为治本取名，意指为官清廉是治国的根本。厅内悬挂的中国画荷花，象征褒拯清廉圣洁。堂内的对联至集越千年，有得于民流后世，本源同一脉齐清，如水养先贤。歌颂褒拯为政清廉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我们同是炎黄子孙，
包拯清廉如水的精神很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治本堂后的宝墨园花岗石石匾，是旧宝墨园唯一的真迹。宝墨堂前的2棵老榆树，树龄近100年，是充满古树风格的巨型盆景。由于它苍劲挺拔，又是在包拯向前，好像捍卫正义的卫士，所以人称树将军。再去墨堂梁脊顶上，有一组包拯制燕桃雕群像，站在宝墨堂对面的剑青桥上，便可看得一清二楚。龙图馆，龙图馆极具岭南古代建筑风格，前后有廊，中间有天井，烽火山墙。馆外馆内均有不少砖雕、木雕、泥塑、灰塑等，造工精巧，古朴典雅。大门外18颗罗汉松排列成形，象征包公出巡视的仪仗队。旁边是一排红花紫薇，开花时节，嫣红翠绿，相映成趣。龙图馆横匾下有对联：牧师有灵，再现包公清正事；将士无憾，巧传百姓养廉情。头雁镇江流上有一代名古训：飞升流宋典不曾枉法复平生。既颂扬了包公辉煌政绩，又突出了龙图馆的文化内涵。入门正中是一座巨型紫檀屏风，屏风高3.5米，阔4.5米，由5扇组成。中间是包公造像，一派刚正不阿之气，令人望而敬畏。旁边有包公遗诗中2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是包公遗诗中的精华。神话传说包公是天上的文曲星，狄青是武曲星，因此在包公像右边是狄青平南与平西，左边是呼延家将大破五行阵等故事。画面上旌旗飞舞，战马奔腾，人物眉目传神，显示了当时众将士保卫大宋江山的英雄气概。屏风顶部是云龙，屏边是瑞兽麒麟，通花锦地，极为精细。屏作为佛教的莲花须弥座，刻有精细的莲花瓣，底部是有西汉风格的草龙图案。屏风背后刻有包公驾训、宝墨园鸟瞰图及宝墨园建园碑记。整座屏风精巧绝伦，由沙湾青年雕刻师何世良与15个助手花了1年半时间雕刻而成。赵泰来藏品馆。赵泰来先生是一位深受敬仰的英国籍华人，因其对中华文化的无私奉献和巨大贡献，被广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并被宝墨园尊为永远名誉园长。作为一名杰出的文物收藏家，赵泰来先生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藏品，还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令无数人敬仰和感恩。赵泰来是收藏界鼎鼎大名的捐宝痴人。从1991年起，他先后向中国捐赠文物6万多件，总价值超过8亿元人民币，2次获得世界杰出华人奖。赵泰来的稀有文物从何而来？他为何将高达8亿元的宝物捐献中国？1954年，赵泰来出生在广东东莞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曾外祖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清朝末年，伍廷芳出任驻美国大使。民国初期，官至司法总长、外交部长、代总理。其业余爱好就是收藏。赵泰来的叔公赵宇修是太平绅士、元朗富豪。赵泰来祖居新加坡，祖父和父亲曾在香港挂牌行医。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携家眷老小回到东莞，在虎门镇医院当起了普通医生。1969年，在文革中失去双亲的赵泰来投奔香港的大姨妈，因家中长辈与黄君璧、张大千、赵少昂等人交好，15岁的赵泰来成为岭南画派4大杰出画家之一赵少昂的入室弟子。1992年，赵泰来移居伦敦，加入了英国国籍。在赵泰来印象中，大姨妈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女人，她拥有巨额财富，但却终身不嫁。大姨妈年轻时姿色出众，性格温柔，又很有修养，拥有众多追求者。其中一位香港富商、
苦苦追求她多年，大姨妈却若即若离，始终不肯披上嫁衣。还有一位文化名流经常给她写炽热的情诗，一位香港皇家警察高级主管甚至跪送玫瑰，也被大姨妈拒之门外。赵太来还记得交付遗嘱时，大姨妈对她说的话：千万记住，遗产之事不能对外泄露半点风声。实话告诉你，有些财产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让赵太来紧张异常。1979年，赵太来开始接受大姨妈在香港的财产，除了价值数千万港币的房屋和产业外，还有大量的收藏品，整整堆满了2层楼面，看得赵太来目瞪口呆。1981年春，赵太来又接到去英国接受遗产的通知。伦敦郊外有一处巨大的庄园，是赵家80年前购买的。赵太来拿着藏宝图费进周者，才在庄园的一个隐秘处找到了存放宝物的地窖入口。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木箱堆满地窖。赵太来还记得他第一次打开门时的情景，我看到的都是稻草和破棉花，大多数箱子上的木板都坏了，里面生了很多小虫子。我不敢动，又不敢请人，怕被人宰了都不知道。我打开几只靠近门口的木箱，掀起稻草和棉花，里面全是古书画、陶瓷、玉器、铜器。赵太来不知道地窖究竟有多大、有多深，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箱宝物，但从小擅长文物鉴赏的他知道，这个尘封闭式的地窖将会向世人展开一幅灿烂绚丽的历史画卷。赵太来恍然大悟，泣不成声。他终于猜到了姨妈终身不嫁之谜。他怕被男人骗走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自己又没有能力清理，又不敢告诉外人。这个漂亮高贵的女人，值得献出自己的一生，守护着这些宝藏。得到如此一大笔遗产，赵太来并没有常人想象中的欣喜若狂。他的第一反应是麻烦来了。他说：我在伦敦这边没亲人，又不敢请人，被人知道了，随时面临杀身之祸。我只好一个人偷偷下地窖。赵太来连妻子也瞒着，因为担心妻子知道太多会危及他的人身安全。那些文物贩子和黑道人物一旦知道宝藏之事，极有可能会采取绑架、杀人等各种手段抢夺。为了清理宝藏，赵太来搁下了心爱的绘画事业，做起了地下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在自家庄园里抢救帝王将相。为了清理地窖里的东西，我几乎天天出去找包装材料。一看到卖家具的，我就高兴，可以去捡人家丢掉的包装。我当时很出名，周围的人都以为我是捡破烂的，住着豪宅捡破烂。奇怪，赵太来每天都坚持将宝藏一件件登记造册。清理地窖非常辛苦，他起早贪黑，像蚂蚁搬家，一件件地将宝藏从地窖里扛出来。一次，他在扛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时，不慎砸伤了左脚，造成5个脚趾粉碎性骨折。还有一次，他的牙齿被碰掉了几颗，直到现在还安着假牙。赵太来说，每天的清理工作还非常危险，要时时提防动物的攻击，因为地窖里有老鼠、毒蛇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有一次，他在搬运木箱时，从箱底冷布房窜出一条银环蛇，幸好赵太来躲闪及时，否则银环蛇一口便会夺去他的性命。赵太来原以为用数月便可清理完地窖中的藏品，但他没想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整整干了10年，仅包装材料就花掉了96万英镑。为了装裱一幅唐卡西藏宗教画，他远赴日本，耗资100万人民币。为了防止几千年的青铜器被氧化，他在欧洲各国奔走，寻找尖端的防氧化处理技术。10年下来，赵太来发现自己整理出来的藏品竟达6万多件，卖掉4处别墅，送文物回国。1991年，赵太来对妻子阿芳说：太太，有一件事情我对你隐瞒了10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家的那些破铜烂铁能买下英国的一个小镇。让赵太来吃惊的是，妻子异常平静。这个我早就知道，虽然我不太懂文物鉴赏，但我早知道你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亿万富翁。
再宝贵的财富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一生只想和你做平民夫妻。妻子阿芳的话震撼了赵太来，这也是10年来他日思夜想的。为了遗产，姨妈奉献了一生。为了遗产，我们这么大的家从来没请过一个工人，总怕别人偷。家里养了狗，养了猫，就是不请外人。每天精神紧张，失去了平静的生活。1991年，赵太来正式决定捐出文物。家里好多人都不同意，但我有我的想法。这些东西，我要是把一件好的给了哥哥，差一点的给了弟弟，他们2个会有矛盾。怎么分，哪件给哪个人，都会出问题。我觉得还是给老百姓好，老百姓看，你们也一样看，这是最公平的。赵太来认为，艺术品就是世界遗产，由国家派专业人员管理，既安全又有意义。如果自己留着卖钱，用不完，有什么用途？我从来不穿一件名牌，连车都不买。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不同，我希望推广文化教育。赵太来没有想到，捐赠的过程异常艰难。为了把这些文物运送回国，他甚至卖掉了伦敦的4处别墅，当作路费。1995年后，赵太来陆续向广州艺术博物院捐赠文物达4.7万余件。首批捐给广州艺博院的文物中，单是国家3级以上的文物就有约150件。他捐赠的西藏唐卡，其质量、品级仅次于拉萨布达拉宫的收藏。1998年开始，赵太来陆续将1万余件珍贵的陶器、铜器、古旧书画、玉石器等捐赠给广州番禺宝墨园，其中不乏金缕玉衣、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子吴鼎等珍贵文物，其年代可追溯至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罕见的珍品。多年来，赵太来陆续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华社书画院、江苏省盐城市博物馆、广州市美术馆以及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单位捐赠了6万多件古代艺术珍品，总价值超过8亿元人民币。对于赵太来的大手笔捐赠，很多人都难以理解，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赵太来完成他的这项事业。赵太来说，经历过文革之后，他深刻体会到民众缺少理智的行为与文化素养有关。要让国家富强，就必须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在与番禺宝墨园协商捐赠事宜时，赵太来强调，宝墨园的门票不提价，保证老百姓都能去得起。赵太来的生活一向简朴，做人心胸要开阔。我就看不惯一些人建房子，总想比别人的高，比别人的大，这种心态非常不好。赵太来崇尚佛家的淡泊，他平时拜神，只求天下太平，个个平安，从不求财。他笑着说，人人都求财，财神帮谁好呢？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绝对不能为了金钱做伤天害理的事。金钱固然有用，但最有用的是理想与文化对人生的影响。在介绍完赵太来先生的背景和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之后，可以自然地过渡到赵太来藏品馆的详细介绍。赵太来先生的无私奉献和卓越收藏，不仅展示了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厚热爱，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藏品现已在宝墨园内的赵太来藏品馆中展出，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欣赏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窗口。赵太来藏品馆。赵太来藏品馆按珠江三角洲晚清时期的祠堂、宗祠、家庙规格而建，外观设计采用双卷耳山墙及紫紫霍耳、水墨青砖白石角，正面是回字大门。匾额和对联的刻字是已故著名岭南画家黎雄才先生在94岁高龄时亲笔题写，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赵太来先生的无私奉献和卓越收藏，不仅展示了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厚热爱，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藏品现已在宝墨园内的赵太来藏品馆中展出，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欣赏和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窗口。在馆的正中央，特制的巨大玻璃柜中陈列着赵太来先生捐赠的明代鎏金观音铜伫立像，一对明代鎏金铜马和大型铜香炉。观音像姿态端庄，面容慈祥，鎏金工艺使其金光灿灿，给人一种神圣肃穆的感觉。铜马的雕刻精细，形态逼真，展示了明代工匠高超的铸造技艺。大型铜香炉造型古朴，装饰华丽，是铜器中的精品。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展示了古代工艺的卓越水平，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赵太来藏品馆内的每一件展品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孔子文化馆。孔子文化馆是一座集传统文化、诗书礼乐、国学教育一体的文化学堂。馆内展出共60多件文物藏品，包括赵太来珍藏的北宋宣和形制孔子铜像、20幅孔子圣迹图、鼎、簋、孤、爵、斗、雷等青铜礼器，轻仿商周、编钟、铜鼓等青铜乐器，轻仿商周、古代玉笔、清代、陶砚、秦汉等文房四宝。而国学文化广场将成为举行大型国学典礼、传统礼乐仪式、汉式文化演出的主要场所。紫竹园。紫竹园内种有20多种名贵竹，其中有紫竹、粉竹、佛度竹、观音竹、金丝竹、银丝竹、四方竹、大秦竹、小秦竹等。紫竹园里有一座流碑亭，仿古人曲水流觞景观而建。千象回廊。千象回廊取其千丈，气象万千之意。回廊高约 4.6 米，宽2-2、5米，以拱形青瓦作像。斜往阁状上横坡，供游人休憩的仿木石凳连接廊两侧。廊是园林的脉络，具有遮阴、防雨、跳井、导游、参观、选景等作用。全长1000多米的千象回廊，随地形高低曲折起伏，按建筑布局而建。紫带桥。紫带桥横跨清平湖，为传统的9孔10拱桥，造工精致。桥栏两旁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和三国演义等家喻户晓的故事立体石雕。紫带桥前的紫气青灰大牌坊，是为纪念北宋名臣包拯，为颂扬清官文化而建的一座丰碑。这座牌坊在建筑风格上是仿古礼制的5叠4柱、驼峰斗拱式的白麻式建筑。紫洞坊。宝墨园的紫洞坊泊于清平湖岸边，长21米，宽6.8米，高8.7米，共2层，每层面积70米左右。主结构是钢筋水泥，内外装饰全是名贵油木，由于造工精细，装饰巧妙，就像全是木材造成的。全坊共有10个挂蜡，全是通花雕刻，其中有丽庆丰年、祥桃邀月、八仙贺寿、竹报平安、花开富贵、松鹤延年以及其他花鸟虫鱼。船头上的大型木雕百鸟朝凤更是栩栩如生，金碧辉煌。100只鸟各具风姿，坊内摆设全由花梨和酸枝木精工制成，宫廷式的吉椅配以仿宋代器皿，豪华夺目。九狮会金龙大型屏风和《清明上河图》精彩片段的雕刻，造工精湛，更称精品。坊内1楼是可容40人品茶听曲的场所，以演奏广东音乐和乐曲为主。活水系统。原派于市委书记梁伟苏退休之后，便潜心子拟宝墨园的建设，琢磨出一套水循环系统。园内锦鲤数量多，而池水却清澈见底。曾有多家公司老板开出重金欲求宝墨园治水秘诀，老书记均未同意。后在新河湾老板黄文载的再三恳求下，老书记才同意将这细活水循环系统引入新河湾。馆藏文物。宝墨园正门的白石仿古牌坊雄伟巍峨，巧夺天工。
园中陶塑、瓷塑、砖雕、灰塑、石刻、木雕等艺术精品琳琅满目，经史之作当属大型浮雕瓷壁画《清明上河图》，被列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巨幅砖雕、土砚和冥币工艺精湛，立岛中的聚宝阁金碧辉煌，雍容华丽。汉服游园，宝墨园的汉服游园活动旨在弘扬传统文化，让游客在游览园林美景的同时，体验中华传统服饰之美。活动期间，游客可以身穿精美的汉服，漫步在园林之间，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古代。汉服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价值。通过汉服游园活动，游客不仅能亲身感受汉服的魅力，还能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宝墨园提供汉服租赁服务，游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换上汉服后，在园内各个景点拍照留念。园中的古建筑和自然美景为背景，使每一张照片都如同古画般美丽。活动期间，园内会举行汉服表演，演员们身着不同朝代的汉服，展示传统礼仪和舞蹈。此外，还有汉服巡游，游客可以加入其中，与演员们一起漫步园中，感受古代集会的氛围。樱花季节，每年春天，宝墨园都会迎来浪漫的樱花季节。园中的樱花树在春风的吹拂下竞相绽放，粉红色的花瓣如云似霞，整个园林被染成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这一季节不仅是观赏樱花的好时机，更是感受春天美好气息的绝佳时刻。宝墨园内种植了多种樱花树，每到花期，樱花盛开，花瓣飘落，宛如置身梦幻仙境。游客可以漫步在樱花树下，感受花瓣飘落的浪漫，拍摄美丽的樱花照片，留下美好的记忆。樱花季节期间，园内还会举办各种花卉展览，展示多种春季花卉，丰富游客的观赏体验。各种花卉争奇斗艳，使整个园林充满了春天的生机与活力。樱花季节，园内会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包括古筝演奏、传统舞蹈等，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享受传统艺术的熏陶。这些演出与樱花美景相得益彰，为游客带来视听上的双重享受。门票价格，根据最新的资料，宝墨园的门票价格如下：普通成人票54元，学生票27元，凭有效学生证；儿童票 1.2 米以下儿童免票，1.2 米至 1.5 米儿童27元；老人票65岁以上老人免票，60岁至64岁老人享半价优惠27元。特殊优惠，军人和残障人士可免费入园。游览时间，宝墨园占地广阔，景点丰富，建议游客预留充足的时间进行参观。以下是大致的游览时间建议。全面游览，如果希望充分体验园区内的所有景点，包括各类展馆、花卉展览、文化表演等，建议预留4至5小时。这将包括参观赵太来藏品馆、知本堂、宝墨堂、龙图馆等主要景点，并有时间漫步于园内的湖泊、桥梁和花园，享受休闲时光。重点游览，若时间有限，可以选择重点参观一些主要景点，如赵太来藏品馆、宝墨堂和龙图馆等，建议预留2至3小时。这样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体验宝墨园的文化精髓。宝墨园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丽的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极具魅力的游览胜地。无论是身穿汉服漫步古园，还是在樱花树下享受春光，宝墨园都能带给每一位游客独特的文化享受和美好的记忆。宝墨园的门票价格合理，游览时间灵活，是全家出游、朋友聚会的理想选择。总之，宝墨园不仅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遗迹吸引游客，每年的汉服游园活动和
和樱花季节更是令人流连忘返，成为游客心中的热门活动。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岭南文化，欣赏到珍贵的艺术品，同时也能在自然美景中放松身心，度过一个愉快而充实的时光。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